不用等我了，3天后再来找我。若官人问起，便说我回娘家了。好的，夫人，小的明白了。小和尚，你不乖哦，吃姐姐豆腐。小僧是出家人，请施主自重。好有意思的小和尚，等你长大了就不会这么说了。王夫人，来人可是王夫人。奴家正是。师父有交代，此番求子由慧能和师父共同代劳。那就有劳慧能师父了。小师弟，师父有令，不可靠近成禄殿。是，弟子遵命。我叫慧觉，从小在灵觉寺长大。灵觉寺向来只接待女香客，并且求子很灵验，使得方圆百里的女香客络绎不绝。对，每次有女香客进入成禄殿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又是这样的声音，他们究竟在里面做什么？小师弟，师父有令，不可靠近成禄殿。舒坦。哎呀，哇，好重的腥味儿！慧觉，你可知罪？弟子知罪。可是师父，这成禄殿到底有什么是弟子不能看的？慧觉，你罔顾师父的话，不仅偷看成禄殿，还质疑寺里面的决定，罪加一等，上奏3时。师父，你要是不服的话，别叫我师父。好，弟子认罪认罚。慧觉，别怪师父狠心，成禄殿实在牵扯太大，绝不能泄露半句，否则你所有的师兄弟都要遭受灭顶之灾。师父，快看看慧能！师父，慧能快不行了！不行了，阳气尽损，肾气枯干，已经无力回天了。王夫人，慧能他……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体壮如牛啊！哦呸！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。慧觉，你勿怪为师，不让你靠近成禄殿是为你好。慧觉不敢，只是师父，弟子在灵觉寺长大，弟子是这寺里您最看重、最疼爱的弟子。这成禄殿里究竟有什么是弟子不能看的？此事你休要再问了。慧觉，为师问你，那日你在成禄殿门口究竟有没有看到什么？看到了，都看到了，不就是拜佛求子那一套吗？有何不能看的？看来慧觉并不知道成禄殿的秘密。慧觉，等你日后长大成年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可是慧能师兄怎么突然就死了？慧能那是莽撞无知，自不量力，才3天就……以后慧能师兄的事你不要再问了，那是寺里面的安排，成禄殿会让你进的。我一定要查清楚慧能师兄是怎么死的。这些年以来，是吧？灵觉寺的女香客格外的多。只是，来，请。这边，请。这些年，从成禄殿被抬出来的师兄已经超过2手之数了。慧觉师兄，慧觉师兄，师父让我通知你现在就去大殿。师弟，师父这么着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好像是成禄殿的事儿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师父，你终于要让弟子进入成禄殿了吗？师父，师父，你找我。慧觉，你终于来了。师父，是要让弟子进入成禄殿吗？慧觉，什么都别问，拿着这些东西赶紧离开灵觉寺，走得越远越好，再也别回来。不是，师父，怎么好端端的非要让弟子走啊？是不是弟子哪里做的不好？你与弟子说，弟子肯定改。慧觉，你是为师看着长大的，你我早已情同父子，为师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你。算了，你赶紧走吧，再不走来不及了，快走！师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不与弟子说清楚，弟子肯定不走。慧觉，要是以往女香客来成禄殿求子，为师还可以干预一二，但是此次过来求子的是京城的一品诰命夫人，像你的贤内助林清玄，而且此番林清玄要亲自选人进入成禄殿求子啊。那又怎样？师父，我们灵觉寺求子向来很灵验，我相信灵觉寺。你怎么一点都不开窍呢？那此番林清玄若是求子不成的话，把灵觉寺拆了也不奇怪。
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？你也不懂吗？师傅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更不能走，我要与灵觉寺共存亡。你走不走？师傅，你不走，为师就死在你面前！为师就死在你面前！师傅，先把剪刀放下。到底走不走？师傅，我走还不行吗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师傅，你多保重。弟子走了。回去，不要怪为师，为师是为了留下灵觉寺最后的种子。主持，我家夫人问人选都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妥当了。好，我这就回禀我家夫人。师傅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成露殿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有什么秘密。主持，此次我来灵觉寺的事情，不想传进相爷的耳朵里，你明白吗？夫人放心，我灵觉寺上上下下对夫人的到访都闭口不提。我让你准备的人呢，都带进来吧。都进来。夫人，本寺的适龄弟子都在这边了。此番陪同夫人进入成露殿求子的，就从他们当中选择。那就劳烦师傅了。你就拿这种货色来糊弄本宫？夫人，这些弟子都是本寺所有的适龄弟子了，他们大多都入寺比较晚，在外面经历一些红尘之事，也在所难免。闭嘴，舌头不想要了。那此次就由你陪我进入成露寺求子。你们其余人都出去。夫人，你既然选择了他，就请摘下他的面罩，确认身份。慧觉，你不是走了吗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弟子打小在灵觉寺，你就让弟子待在寺里吧。天大地大，弟子还能去哪？慧觉，你了然，怪不得本宫此次前来，你一直拖拖拉拉、遮遮掩掩，甚至还有灵觉寺其他弟子来搪塞本宫，该当何罪？不敢。看清楚，本宫现在是皇上御赐的一品高明，现在不单单是为本宫，更是为皇家求子，延误了皇家绵延子，这罪过你担得起，还是说你这整个灵觉寺担得起啊？夫人，不关师傅的事，都是小僧的错。既然夫人选择小僧为夫人祈福求子，小僧必全力以赴，早日习得贵子。了然，亏你活了一把岁数，竟还没你这个弟子懂事。你这老和尚好生不懂事，我们家夫人仁慈，好心饶你一命，你连个谢恩都不会吗？谢夫人不杀之恩。罢了，你这灵觉寺乃是佛门之地，我还不想为我未来的孩子担下罪名。既然这人也选了，事不宜迟，就快陪我去祈福。相爷和我都有些等。倒是要那神秘的生就是什么？秋月，你在外面守好，我进去为子嗣祈。好的，夫人。等等，夫人，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夫人，老衲并非有意要阻夫人祈，但是进入成露殿有个规定，这不仅关乎到夫人未来子嗣，还关乎到夫人你。好，慧觉虽然正值壮年，但是没有任何祈福求子的经验。本寺有规定，凡是进入成露殿的弟子，不仅聪慧胆识过人，体力耐力非凡，还要有一项过人的本领。而最终为夫人祈福弟子的品质，也会间接转移到夫人子嗣身上。那慧觉，慧觉虽然在本寺长大，但是也只是接触了一些粗糙的体术，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。师傅，弟子从小谨遵师傅教诲，认真练体，从未有半分松懈，怎么会有欠缺？忘了你那些师兄是怎么死的吗？那过人的本领。慧觉天生舌头较长，只要稍加训练，其实……秋月在，近些时令就留在灵觉寺，跟了然师傅一起训练慧觉。若是有什么成果，务必第一时间通知于我。好的，夫人。好一个俊俏的小子，虽然我也期待，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道。我懂。夫人慢走。了然，若是慧觉不能做到我满意，你们灵觉寺就等着覆灭吧。师傅，信不进成露殿与弟子舌头有什么关系啊？为师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其他的事你不要过问。可弟子实在想不明白，这舌头除了吃饭和说话以外，还能有什么作用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等你练好之后啊，你就知道这个长舌头有多么妙用无穷了。师傅，那该怎么练啊？把它舔出来，汇聚天资，未来无限可能。锻炼舌头，也是为了让日后有个保命的手段。哎，进入成露殿的弟子是慧能，进入成露殿的弟子是慧心，进入成露殿的弟子是慧真、慧善、慧禅、慧寂、慧明、慧光。我一定要进入成露殿，找到师兄们的死因。秋月姑娘，我灵觉寺均出家僧人吃的都是素食，素饭，还望见谅。大师多虑了，大伙吃什么我吃什么便，请进。我舔出来了！我舔出来了！怎么样，师傅？秋月姑娘，我灵觉寺均出家僧人吃的都是素食，素饭，还望见谅。大师多虑了，大伙吃什么我吃什么便，请进。我舔出来了！我舔出来了！怎么样，师傅？我没骗你吧？师傅，我厉害吗？舔出来了！怎么样，师傅？是不是长了点？是长了。慧觉在这方面天赋，才短短3天就做到，当初我可是用3个月。师傅，这下该让我进入成露殿了吧？这下我可以进入成露殿了吗？师傅，你不是说好了吗？师傅让我舔出来，就让我进入成露殿。你答应过的事情，现在又反悔。慧觉，铜钱只不过是为了训练你的长度，但仅仅有长度是不够的。那师傅的意思是是让我……对，就是你想的这样，半炷香的时间之内舔化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你们懂什么呀？要练就这无上舌功，仅仅靠舌头的长度，只不过是第一要素。慧觉，等你什么时候把你的舌头练得像你的手指一样灵活的话，
你才算成功的登堂入室了。总之呢，这一步必不可少。等你练成之后啊，你就能获得无上妙用。师傅，你这也太离谱了吧！我舔这个跟我进入成露殿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练的话，就想进入成露殿。看来你已经做出你的选择了呀，你不适合进入成露殿。师傅，我练。但是柔韧性和灵活性还有欠缺，这也是为师让你练这个的目的。一定不要无为师对你的期望。秋月阻止夫人求子。求几尊相爷。大佛经来自印度，唐三藏经981难才取得真经。你们要好好的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慧觉，水沟撒什么能撒？我练成了，我练成了。我宣布，进入成露殿的弟子是慧觉。师傅，今日突然想着要给弟子祈祷净身了。慧觉，我们佛门中人讲究干干净净，不仅做事要干净磊落，而且还要内心纯净。公事干干净净的来，道末干干净净的走。师傅，你今日怎么好生奇怪？难道是因为弟子要进入成露殿了吗？进入成露殿是要净身的，这是寺里的规矩。至于你进去之后看到什么或者知道什么，切记不要声张，小心祸从口出。哦，弟子知晓了。好了，为师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是与非的造化就看你自己了。一定要保全女子。我才不要吃这些！你给我滚出去！就拿这些东西伺候老娘的！师兄好。秋月姑娘这是？师兄，秋月姑娘嫌弃咱们灵觉寺的饭菜太素了。可是她要的这些个东西，我等出家人去哪里弄得来啊？给我吧。秋月姑娘，我是慧觉，我来给你送些饭食。梅梅乖，进来吧。慧觉小师，你觉得奴家美吗？秋月姑娘，弟子乃佛门中人，请姑娘自重。慧觉小师傅，你还没有告诉奴家美吗？秋月姑娘，莫要再戏耍小。还真是有趣的小师傅，本姑娘才没有戏耍你，本姑娘只是问了你一个问题，你就如此抗拒？难道说你们灵觉寺的弟子都这么腼腆吗？我家夫人让我协助你训练，如果这个时候我跟我家夫人说你灵觉寺故意懈怠训练，还不思恩典，你觉得我家夫人会如何对待灵觉寺啊？你灵觉寺上上下下百口僧人，只要我在夫人面前吹吹耳边风，届时恐怕你整个灵觉寺都会荡然吧。你真狠毒。毒吗？我只是说出事实而已。为了你的灵觉寺，还是放下你的清高。你想怎样？我不想，我只想问问慧觉小师傅，我美吗？慧觉师傅为何为我？难道我真的会吃？秋月姑娘，夜冷清清，贫僧乃出家中人，深夜与姑娘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空有不妥，若是传了出去，也会损害姑娘声誉。慧觉告辞。今日只要你踏出这个房门，他日我必叫我家相爷踏平灵觉寺。秋月姑娘这话说的，堂堂相爷居然还有时间插手我灵觉寺的事。心地不喜朝佛拜道，只要我出去说你们灵觉寺半句不是，那些对皇命阿谀奉承，只怕会一拥而上，甘愿成为心地手中的快刀。更何我身为夫人的贴身婢女，陪嫁丫鬟，他日若是夫人身子不便，我成为相爷的入幕之宾也不是不可。如若到时候我在相爷耳边絮絮说起今日在灵觉寺的种种际遇，惹得相爷愤，依照相爷护短的性子，到时候若是相爷做出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，可就怪不得家。奴家并非矫揉造作，只是实在是今夜郁闷难耐，恰逢小师少了罢了。不要放肆！放肆！小师傅说话还真是伤人。奴家只是觉得小师傅正直丰满，若留在这古刹常伴青灯古有何乐趣？不如和奴家诉说诉说心中烦。小师傅这是在心疼奴家吗？我已然通报夫人，明日小师傅就要进入成露殿为夫人祈福求子。奴家深知灵觉寺的规矩，一旦进入成露殿，此生不可踏出成露殿半步。奴家这是在心疼小师傅。选我进入成露殿是夫人的选，也是自己的选择。我也决定为他人祈福求子，助他人成就天伦之乐。既然如此，那秋月便不再多说了。听说灵觉寺弟子经常下山帮助附近的村民医治，附近的村民对灵觉寺的口碑向来赞不绝口。医者谈不上，只是略懂些粗略的医术，像什么头痛脑热、推拿按摩方可以。只是过于深奥的疑难杂症，还需请专业大夫。前些时日，秋月不小心扭伤了脚，还请劳烦慧觉小师傅为秋月查看吧。秋月姑娘，你我已然犯了大忌，孤男寡女，深夜共处一室，切不可再有肌肤之亲了。怎么，你是不会，还是不敢？亦或是我秋月姿色平庸，入不了慧觉小师傅的法眼吗？慧觉小师傅，你感受到秋月的病痛了吗？秋月姑娘，如果你执意打去小僧，那小僧只能先行离开。只要你帮我按，我便放你离开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那好吧，不过请姑娘不要告诉其他人。还请小师傅用力医治。
舒服啊，对，就是这儿。还请姑娘多加忍耐。抱歉，小师傅，实在是太过舒爽了。如果秋月姑娘执意这样的话，小僧只能暂停医治。我尽量。秋月姑娘，师傅，秋月姑娘，慧觉从未谋害过你，相反，你提的每一件事情，慧觉都有认真帮助过你。秋月姑娘，千万不要告诉我师傅我在这儿，否则我就死定了。你是怕你师傅不让你进入成露殿吗？秋月姑娘，算小僧求你了，千万不能让我师傅知道我在这儿，尤其不能让他知道我一女子深更半夜还在做这种事情，否则到时候别说是成露殿、灵觉寺，我都不一定待得下去了。怎么，你是觉得跟本姑娘共处一室，你是吃亏了还是怎么了？秋月姑娘，你就不能答应小僧吗？知道自己是僧人，还对人家动手动脚，他也是个有贼心的没贼胆的主吧？瞧你那胆小的样子。行了，我这就去把你师傅打发走。多谢姑娘，多谢。了然师傅，秋月姑娘，你有客人吗？师傅说笑了，这深山古刹的，我一介女子哪来的什么客人？不过是心中烦闷，喝了几。师傅不会怨我不守规矩吧？你不是我寺里面的僧人，也不是过来上香求子的香客，自然无需遵守这规矩。那便好，我还以为了然大师要问责我一个小女子。自是不。且不说相爷夫人，哪怕是秋月姑娘自己来了灵寺，我灵觉寺上上下下也会把秋月姑娘当成座上宾的。了然师傅，你这深更半夜的来我房里，不会只是为了给我送点？是这样的，秋月姑娘，明日夫人到访，我要找慧觉交代一些事情，但是慧觉不在房间里。我听有弟子说，慧觉最后是过来给姑娘送饭时，谁在里面？我倒是要看看是何方神圣，竟敢藏在秋月姑娘房间里。了然师傅兴许是听错了，我这房间里怎么会？秋月姑娘，我刚才分明听到一些声音，好像是人发出来的。是深山古刹的，难免有些蝙蝠老鼠，或许是他们弄出来的。秋月姑娘说的也是，老衲也是担心姑娘的安危，毕竟你是相爷夫人的人，万一出了差池，老衲不好交代。谢过了然师傅。哦，对了，您要找的慧觉给我送饭之后就离开了，为此。那好，秋月姑娘早些歇息，明日夫人到访，老衲便不多打扰了。慧觉，这个登徒子，滚过来！吃罪！你误会我，看你是把为师的教导都抛之脑后了。夜深人静，孤男寡女的秋月姑娘房间里，你作何解释？师傅，我跟秋月姑娘清清白白。为师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呀！你拿这种骗小孩的把戏来骗你师傅，你不觉得羞耻吗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请你相信我。个真的？那为师问你，你说你跟秋月姑娘清清白白，那秋月姑娘至于穿成这样吗？你说你跟秋月姑娘清清白白，那为师刚刚登门的时候，你为何不现身？你现在说你清清白白？秋月姑娘，想为小僧小僧今日来你房间，是为你送上是何的？放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知悔改？男女授受不亲的事情，还要为师再教你一遍吗？秋月姑娘，求你为小僧证明。我可以证明，慧觉对我狼子野心，假借宋时和之名，想要轻薄于我。慧觉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可说？就这般坑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久远求子，生下的孩子进入被我家夫人看上，算你运气不好。如果仅仅是这样，原来你了然师傅，请您为我做主啊！今日慧觉他假借宋饭盒之名来到我的房间，然后他就不走了，还不知道从哪里弄来这一身衣服让我换上。师傅，要是您再晚来半炷香的时间，恐怕秋月就……慧觉，为师养育了你20多年，如今你竟犯下淫戒，从今日起，你我恩断义绝，我不再是你师傅，也不再是我的弟子。师傅，你真的要赶我走吗？你再不走，休怪我汉执法堂的弟子。别，师傅，我走。师傅，您多保重。弟子走了。了然师傅，慧觉走了，明日夫人来访问起的话，夫人到访了，我自会跟夫人说明白。相爷事已办妥。了然，这就是你给本夫人的答复。夫人，慧觉犯下淫戒，被逐出灵觉寺，无法为夫人祈福求夫人。你说的，你配得到？我是本司主持，慧觉是我管教不严，了然接受惩罚。你了然是不是也太高看？既然这样，不在的必要。走，跟我回府，3日内灵觉寺。了然，念在我跟灵觉寺多，我给你一句话的记住，只有一句，你想好了？夫人，我愿代替慧觉陪夫人进入成露殿，诵经祈福求。你当真？夫人，这个老和尚口不择言，他怎么能……好，那我便给你拯救灵觉寺的。了然跪谢夫人。夫人，您当真要让这个老和尚带您去成露殿？秋月，我与相爷成亲多年，一直膝下。相爷虽然嘴上不是顾及了我们，就是此便不可。可是夫人，这里是灵觉寺，万一这个老和尚对你……闭嘴！你只是我的一个婢，我的决轮不到你来。秋月不敢。师傅，带我去。夫人，光明正大的进城和其他有什么可师傅进的？这样的事，我是跟着师傅进来，可师傅现在人呢？这样的事究竟藏着什么？了然，累了吧？
难道明明是我师傅和林清玄？什么星出我从这里面？两人在这里都不想再好了，你反正还要进，就要谈这屋。成都殿的密就在那扇石门后，可是怎么进去呢？有办法了，我终于有办法了！师兄，师傅怎么天天喝白粥啊？师傅年纪大了，这白粥啊好消化，所以每天一碗白粥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以后下山可要多掏些米，天天都给师傅熬白粥。慧觉，你有心了。哎，师傅，对不住了，弟子再让你赔罪了。师弟，这个是给了然师傅的，切勿出差错。好的，明白。我就说，我这可是按照大象的剂量下。哎，能放在哪儿？敲这脑子，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随意放置？师傅得罪了，找到了，想必这就是长路殿的钥匙了。师傅，多谢。这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藏着什么宝。上次就是和林清玄从这里走出，肯定有奇密道的方法。找到了，倒要究竟有什么秘密？慧觉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没有你这样大逆不道的弟子，你居然敢对你的师傅下手！慧觉，你简直禽兽不如！师傅，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而且我不是真心的，下的仅仅是谜。太让我失望，还好你下的只是迷药，要是剧毒的话，你早就身首异处了。你真当我灵觉寺的武僧是摆设？要不是我暗中下令，别说是我房间了，就连是灵觉寺的大门你都进不来。那是迷药是？别忘了，医术是谁教的？学医最基础的是辨识药材，而辨不仅要观其表，还要闻其味。所以当白粥被端起来，我已然知晓了一切。你早已被我逐出灵觉，此番你再竟然敢下手，我对你已经彻底失去信心。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只是我不能走。慧觉，不要得寸进尺。我已经将成路殿所有的秘密整理成册，如果我3日内出不去，将会有自动城堡官府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告诉我，灵觉寺成路殿祈福求子究竟是什么？慧觉治水清来的，这个是要掉脑袋。想明白了，既然他想知道，就都告诉他吧。这么些年积劳成疾，是该找一个继承者。你不是一直想知成路殿背后到底有什么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慧觉，了然既然这么，那我便赌全部的身家性命赔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成路殿里究竟有什么？穿过去你就都明白。玩一下，我过来了，别抓我！哎，娘是疯了！快来抓我！这里与其说是成路殿，倒不如说是救济他。新帝登基，迷信长生，从百姓手中抢夺这些童男童。我灵觉寺怜悯世人，派遣下山从他们手里夺回这些童男童。所以成路殿祈福求子，并非真的求子，而是将这些孩童送给那些女香客，供他们。这灵觉寺不利于孩子，只有把他们送到养才是最好的。师傅，清玄，秋月已经缉拿回来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不是已经想什么呢？师兄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掉？慧觉，既然事已至此，就都告诉你。之前让你的大师兄炸死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我们这里缺人手，只能想一些合理的办法，让他们下山去干些其他的事情，彻底消失在人们眼中。我那个贱婢呢？带上来。秋月，你太让我失望，竟然背后偷联系项羽，要不是了然机密，这灵觉寺早就被端了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老秃驴在搞鬼，难怪这么久以来我一直没有收到相爷的进一步指示。秋月，我怎么会养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？早知这样，我当初就应该让你冻死在雪地里。你们背叛相爷，背叛朝廷，做出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，迟早有一天会被朝廷清算的。事到如今，你竟还不知悔改。看看这些孩子，你知不知道朝廷要拿他们炼药，炼长生不老药？现在还在助纣为虐，你简直丧尽天良。可是相爷明明说这灵觉寺是一个淫僧窝点。好啊，既然这样，你就留在灵觉寺，好好看看这灵觉寺到底是不是一个淫僧窝点。慧能师傅，这些时日劳烦你带着秋，跟他看看这灵觉寺的成路殿究竟是在做什么。是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不解。你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，为师都告诉你。师傅，弟子之前在成路殿里闻到的腥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奇怪的声音。之前我们带回来那些孩子呢，有很多还未断奶，只能由奶娘来养着。那时孩子太多了，为了能够让奶娘下奶，迫于无奈，只能让你的师兄们下河去抓些鱼。至于那些声音呢，那是孩子们在吸奶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是那啥呢。你在想什么呢？这里可是灵觉寺。知晓了，师傅。师傅，你看，阿弥陀佛，看来你的师兄给他们找了一些好的养父母。哎，对了，慧觉，这几日秋月姑娘怎么样？秋月姑娘说了，她要留在咱们灵觉寺里，跟那些奶娘们一起照顾孩子。